中国003航母目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？这艘航母与美国福特号航母对比又有哪些异同？003航母与福特号航母的差异又体现出中美航母的哪些理念差异？一组关键江南造船厂中中国003航母的最新照片引发不少热议。相比于此前卫星拍到的航母分段图，这次003航母像是经历蜕变一般发生大变样。我们可以看到航母的建设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末期，从吊装建岛来看，航母已经建成90%。有分析认为，航母可以在2022年下水，而更完整的航母照片也代表着更多的信息能被解读。而说起中国的003航母，最常被拿来对比的便是美国的最新福特号航母。毕竟，连美国智库网站也宣称中国003航母接近福特号航母。而最近有网友制作的003航母与福特航母对比图火了。从图片来看，中国的003航母大小以及样式与福特号航母的确颇为相似，不过这两艘航母也有一些不同之处。这些不同之处对比也能体现出很多东西。对比一，003航母采用常规动力，而福特号航母采用核动力。此次003航母亮相，最大的亮点莫过于舰岛吊装完成，而003航母的舰岛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有蒸汽通道，这说明003航母将与前两艘一样，依旧采用的是常规动力系统，也就此终结了此前关于这艘航母的核常之争。而我们知道，美国早在1961年就有了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企业号，如今最新的福特号航母更是美国60年代发展核动力航母的集大成者。那么在常规动力与核动力方面，003航母与福特号航母差异又在哪呢？在海上自持力方面，常规动力的003航母自然是比不上使用核动力的福特号航母。不过，常规动力的优势在于其维护要比核动力更加方便，不用像美国核动力航母一样，一维护就要趴窝大半年。毕竟，美国拥有2位数的航母，003航母服役后，中国也只有3艘。因此，常规动力对于当前中国来说更加实用。此外，福特号是围绕世界4大洋打造的全球性航母，而003航母则是围绕西太平洋打造的区域性航母，不需要长期驻守海外基地，对于航母的自持力要求并不是很高。因此，在考虑成本的情况下，003航母采用常规动力也是合理的选项。当然，相比于山东舰与辽宁舰来说，003航母已经被视为解放军走向远海的一个开端。比起只适合近海作战的山东舰与辽宁舰，003航母搭配上的055型护卫舰以及新型舰载机的话，至少具备了太平洋中部以及印度洋东部的作战能力。而且003航母采用的是全新舰载电力系统，比美国福特号要更加先进。这也能弥补一些航母不用核动力系统在自持力方面的不足。对比二，003航母拥有3条电磁弹射器，而福特号航母有4条。除了动力系统，此次亮相的003航母还有一点很明显的，便是清晰可见的3条电磁弹射通道，其中2条分布在甲板前段，还有1条分布在侧跑道处。这也是003航母与山东舰与辽宁舰的不同之处。辽宁舰采用的是14度斜角滑跃甲板，山东舰采用的是12度斜角滑跃甲板，而003航母则是采用直通甲板，这一点与福特号航母一致。采用直通甲板自然是为了配合电磁弹射航母使用，这也证明了003航母将在未来舰载机方面有一个变革。不过，从照片中的电磁弹射通道可以判断，003航母拥有3条电磁弹射器。相比之下，美国福特号航母则是拥有4条电磁弹射器，前甲板2条加侧跑道2条，总数比003航母多1条。这样的差距又能代表什么呢？有分析认为，像003航母与福特号航母这样类似的大甲板航母上，拥有3条电磁弹射器便是一个分水岭。1条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3条的40%，2条则为80%。但4条电磁弹射器的舰载机出勤效率与3条电磁弹射差别不大。从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，003航母与福特号航母甲板面积相似。也就是说，甲板面积就那么大，多加1条电磁弹射器并不会提升多少效率。福特号航母采用4条电磁弹射器，更多是考虑到当有1条电磁弹射器出现故障时，1条备用的弹射器就能立马顶上。
也就是基于加强航母管损的考虑。从这样的安排上，同样可以体现出美国福特号航母全球作战的考量。毕竟，把航母派到别的大洲执行任务，对航母自身管损能力也是一种考验。相比之下，003航母这方面压力则小得多，用3条电磁弹射器足矣。对比3，003航母有2台甲板升降梯，而福特号航母有3处甲板升降梯。航母的升降梯是连接航母下层机库与上层甲板的重要通道。升降梯的效率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航母舰载机的出勤效率。通过照片我们可以看到，003航母右舷有2台升降机，相比之下，福特号航母则是右舷有2台升降机，左舷还有1台升降机。全世界除了美国，没有其他国家航母在左舷安装升降机。福特号航母安装3台升降机，很显然是配合下层大机库的设计。据获悉，福特号航母能载舰载机90多架，而003航母则是70多架。在甲板面积相似的情况下，差异便体现在机库里。因此，福特号航母需要考虑机库飞机的出勤效率。不过，相比于上一级尼米兹级航母，福特号航母实际上还减少了1台升降机，这是因为太多的升降机也会造成问题。升降机本身也会占据甲板的停机空间，而升降机上方是无法停飞机的。因此，升降机越多，航母舰载机出击时停机区域就越小。这也是003航母只选择2台升降机的重要原因，目的便是为了充分利用航母的甲板空间。对比4，003航母舰岛更大且位置靠近中部，福特号航母舰岛更小且位置靠后。对比图中我们可以感受到，中美新航母最直观的差异便是舰岛了。舰岛作为航母的中枢系统至关重要，而舰岛的大小与位置也能看出中美航母定位上的差别。我们知道，美国航母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吨位以及最小的舰岛，舰岛面积小意味着能节约更多的甲板空间。相比之下，003航母舰岛则比福特号大不少。首先是因为003航母作为常规动力航母需要有蒸汽通道，其次也可以看出中美航母定位的差别。大舰岛意味着会安装更多的设备，像003航母配备了4面有源相控雷达，配备 S 波段和 X 波段雷达，同时配备了对海搜索、火控 C 波段有源相控雷达，可以执行对空远程搜索、远程空勤管制、己方战机定位引导、低空掠海目标、引导防空攻击等，相当于其本身除了是舰载机平台，还担任舰队指挥中心。而美国海军中拥有像第7舰队旗舰兰陵号这样的专业指挥舰，分担了航母作为指挥中心的任务，因此福特号可以不需要安装那么多的设备。等到中国海军也拥有专业指挥舰，相信舰岛也会小起来。此外，我们还能看到003航母舰岛位于2台升降梯中间，而福特号航母舰岛位于升降梯后端。福特号舰岛的位置很显然是考虑到速度，毕竟航母的动力系统在后方，越小越靠后的舰岛给航母前行的阻力也就越小，这使得福特号航母速度能超过30节。同时，这样的设计也有利于航母在海上急转弯，从而躲避袭来的反舰导弹。而003航母舰岛位置靠中间，依旧体现的是003航母作为指挥中心，舰岛需要有统筹全舰的功能。总结，从003航母与福特号航母设计上的差异，其实不难看出中美两国对待新航母的总体想法的差异。简单来说，福特号航母的设计像是美国在100年航母经验上进行的最优化选择，各方面都比较平衡。这样的设计也只有美国这样拥有深厚航母底蕴的国家才能拿得出来。而中国003航母的设计全局突出大甲板，更像是对以往的一次突破，因此将优势集中体现在某些方面，从而突出航母的能力。这样的设计也是聪明的。因为003航母对于中国来说只是一个阶段的开始，给中国今后的不断尝试打好基础。